在上一期节目里，我们聊到了中国房地产和土地制度的变化，说到农民集体为什么在城镇化过程中，既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，也成了竞争中的弱势一方。如果你还没有看那期，推荐你去看一看。Why no one in China really wants the land they live on？ 那期会让你更容易理解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。中国人在过去对房产需求的增长，除了土地财政推动房产投资高位外，还和中国的户籍制度有关系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公共资源绑定，城市购房常与教育、医疗、落户资格挂钩，强化了人们的购房需求。这使得买房不仅仅是居住行为，更是获得城市权利的门票。要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，我们得从一个更深层的制度说起——户籍制度。那什么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呢？它是一种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，其主要作用是确定公民的法定居住地和身份类别。当然，对应的公共资源、社会福利和行政管理权也据此划分。户籍制度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追溯起来，这个制度要从60多年前说起。1958年，中央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，这部法律成为全国户口登记制度统一的依据。根据这部条例，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进行户籍登记。这部条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我认为有3个主要的影响。首先，在执行此条例和后来其他条例的颁布执行中，将中国的人口按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，严格控制农村人向城市迁移。也就是在当时，如果你父母是农村人，你出生在农村，你极有可能一辈子都被束缚在农村。第二个是最重要的是，就是城乡之间的福利差别很大，持有城市户口者可享优于农村户口的公共资源，比如就业、教育、住房、医疗。农村户口群体社会福利方面整体处于劣势。当时在城市工作的人大多属于国有事业单位，国家包分配、包工作、包福利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被分到了单位，工作、住房、教育全都不用愁。这种岗位被称为铁饭碗，不仅意味着你不会被解雇，更重要的是你被整个制度保护着。相比之下，农村户口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他们依靠集体劳动获取工分，收入不稳定，社会保障也缺乏。有的朋友可能不理解，这里的工分是什么意思？工分也就是按劳动获得积分，再到月底或年底按积分分粮、分钱或者分物资。所以城乡的差别不只是身份的不同，而是制度资源的不同。另外，如果农民进城务工被称为盲流，盲流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洪水？到这我就问问你了，你觉得盲流这个词语是好的吗？第3个也是最隐蔽、最深远的，是权力的失衡。当流动被限制，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，权力自然下沉到基层，却缺乏监督。那个年代，村支书、村干部手里握着实权，你能不能进城，能不能参军，孩子能不能上学，全靠他们一句话。权力太集中又缺乏监督，于是很多人的命运就被关系和情绪左右，而不是规则。当时的农村人
户籍身份是农业户口，而他们的户口登记一般挂靠在集体经济组织下，也就是生产队或村集体。这意味着个人户口不是独立的，而是隶属于村庄这个集体。当时城市人有铁饭碗，农村人则受集体户口的束缚，一个在制度里被保护，一个在制度里被困住，可以这么说。这些都还只是制度层面的影响，真正让人感受到它的残酷的是那些被制度改变命运的普通人。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这样被困住的。他的父亲在1975年左右体检合格，获得了空军飞行员的录取资格。那个时候能当个飞行员，远比现在能被清华、北大录取的信息还要轰动。但就在最后一步，村支书不同意放人。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，说村里缺劳力，飞行员危险，可实际上是权力和嫉妒交织的结果。因为那时村支书有实权，谁能出村，谁留在原地，往往由他一句话决定。于是，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就被一纸批文挡在了村口之内。可以想象，如果他的父亲真的进入了部队，没什么意外的话，他们一家的生活轨迹可能就完全不同了。你在看中国新闻时，常听到城乡二元体制这个词，其实他说的基本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，以资源和社会福利不均表现的城乡分割结构。始于1958年后确立的农村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制度，在直到2014年，国务院提出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，才正式迈出了取消城乡户口区分的一步。但当我们今天谈城乡二元体制时，它早已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，而是几代人命运被制度决定的故事。而这一切都始于60多年前那场看似普通的人口登记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请你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谢谢。